剑叔，先生，跟上去。是。我派人送你回去。今日之事，你什么都没有看见。 先生，我们查清了，人就在里边，要再去叫些人手吗？不用。你来了，我是该叫你谢大人呢，还是杜君山人？公义先生，好久不见，王爷可还安好？还记得王爷呀？我以为你在京城这富贵乡温柔冢里，早都忘了自己的身份，忘了4年前你执意要进京之时，王爷是如何嘱咐你的。 先生言重了，谢某这些年在京城所行，都是奉王爷之命，未敢忘本，又岂敢当您此言呢？朝廷的大事，就掌握在燕薛两家手中。王爷欲成大事，必得引他们鹬蚌相争。我们在京中埋下暗桩，为的就是借他们查逆党的名义，治燕家叛国之罪。 燕家一倒，军中群龙无首，便是我们行动的最好时机。这一切你会不明白？谢某自然明白。谢某在京城筹谋多年，结交重臣，为的就是此事。一派胡言！若真是如此，为何你要阻挠兴武卫查案，反而怂恿皇帝将此案交给刑部？你分明就是不忠。若非先生 屡屡在京中动作，惹得朝廷怀疑，谢某又何须如此呢？不过，谢某今日前来，其实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公义先生：这层霄楼的刺客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谢某说过，必会推翻沈郎之旨。但如果公义先生执意要插手的话，谢某也无权阻止。不过，谢某不得不说一句：假借王爷之名，行残害同袍之事，谢某也绝不会坐以待毙。 先生，这京城可是谢某的地盘，先生行事切记小心。谢威啊，你别忘了，你的命是王爷给的，想要两头讨好，你只会万劫不复。
姑娘，侯府的清风来了，说是燕世子不太好。他们说你把自己关在房里，你是喝了多少？抱歉，吓着你了吧？怎么这么烫？我去找大夫。娘娘，别走。你说这些做什么？要说对不起，也该是我对不起你。你待我这样好，我却未能同等报之。不，是我太蠢了。我曾以为这世上没什么艰难困苦值得被我放在眼里。我也曾以为喜欢你就要让全天下都知道。可忘了，世事变幻，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你本不必入宫伴读，却被我送了进去。现在人人皆知，你我青梅竹马，关系匪浅。倘若燕家遭难，你这样的娇气，又如何自处？如何面对那些流言蜚语？你不问我是何时知道燕家有难，也不问我是如何说动周盈之的。你不疑心我欺你、瞒你，担心我把一切说出去害了你，就只想着跟我说对不起，想着我以后好不好。我信你，从始至终一直如此。你真的傻，你是这天底下最傻的傻瓜。因为你是年龄啊，你是这世上除了我父亲对我最好的人。可也是我让你知道了这一切。你本该是个无忧无虑的小侯爷。没人可以无忧无虑一辈子的。我早该长大了，可却太晚了。不晚，还有我呢。燕玲，我们一起度过这次难关。你还做那个恣意鲜活的小侯爷，好不好？不哭了，以后都不哭了，好吗？嗯。大人，您一夜未眠，怎么又站在这里吹风啊？小心染了风寒。娘娘，你看这些落叶，看似倚仗着大树，但经风雨轻轻一吹打，转瞬便零落成泥。有谁会在乎一片树叶的死活呢？大人可是遇到烦心事了？没有，只是在想一场赌局。那大人想好压哪一边了吗？这世上没有谁可以是永远的倚仗。我从一无所有走到今日，学会的是两边下注，无妨伏低作小，也无妨被别人当作工具。只要能赢到最后。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，大事不妙，曹河出事，我们的四川翻了。瞧你这慌慌张张的样子，成何体统啊！好端端的，船怎么会翻呢？明面上是因为曹河连日阴雨，手下人又贪心多装了货物，才不小心出了事。
可实际上却是被人在船底凿了洞，是有人故意想要船翻啊！我们的船位置和航道一向很隐秘，外人很难察觉，只怕是知情人所为。去查清楚，看是哪个混账东西干的事情，揪出来，清理干净。我已经派人去查了。这漕运呐，本是朝廷的生意，这些年国公府以漕运之财结交了不少的朝中官员，而且在新武卫中也养了不少的私兵。若是这件事被人发现与我们薛家有关，必定会触怒圣上。现在正是我们薛家对付燕家的关键时刻，所以这件事情必须要压下来。父亲您放心，这事儿就交给我去办吧。等等，告诉周英之，必须要抓紧时间，对付燕家必须要速战速决。是。我说谢娟，你怎么就还能有闲心喂鱼呢？那宫一城都已经杀上门来了，这代表什么呀？代表金陵那边已经开始对你不满了。如果他们真的狗急跳墙，把你逆贼的身份往出一报，你的命，我的命可就全完了。怕有什么用？是，怕是没用，但你也用不着刺激宫一城那个老头子吧？干嘛？怕他不对你出手是吧？你我在京中4年。城中所有细作跟暗桩都已掌握，这宫一城就算是有心行事，他也无人可用。再说了，平南王留着我的命还有用，他不会杀我的。那他来这一遭，又是为了什么？燕家。他急于让朝廷大乱，但又忌惮燕家军的实力，所以想借定国公之手除掉燕家。那你还这么平静？往日不是一说到燕家，你就急得直烧屁股一样吗？要是能让这定国公府自顾不暇，纵使这宫一城反了天，他也奈何不了燕家。先生，先生，猜的没错，薛家想要藏着的事儿，果然是关于漕运的。前些日子，薛家联合京中的大丝绸商，故意压低生丝价格，等丝价大跌，又暗中买入，再运去江南制造，最后再运回京中以高价售卖丝绸。没成想，这趟却翻船了。往日薛家的生意，都是隐匿了性命交易的，所以我们查了这么久，都未能掌握他们的罪证。但这一次，他们联合丝绸商压价，且漕河翻船之事动静不小，牵扯的人多了，罪证自然也就多了。你们2个分头去搜查漕运和丝绸商之事。至于你的话，至于我，当然是趁着现在消息还没有传开，低价收购生丝，待消息传开，丝价大涨，我们狠狠赚他一笔。姑娘，这是连着多久没睡了呀？啊，方英不懂生意之事，多亏您人好心善，不嫌麻烦，愿意教我算账和理账，我自该更用心学才是。这是给姑娘准备的新账本，我已在上面做好了标记，你看起来容易一些，也更明白些。不过这熬夜看账本毕竟伤身，还是要适当一些。都说账本私密，你却全拿给我看，真的不怕我泄露出去吗？徐某做生意无愧天地良心，每一笔该如何就如何，不怕给人看。况且徐某看人看的是心，姑娘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有数啊。多谢徐老板。不过姑娘，如今这丝价仍旧未涨，你就不怕这钱亏了吗？若是亏了，
我再攒够，日后还给东家。哼，姑娘对你的东家倒真是死心塌地啊！按理说，这钱是东家的，事儿也是东家让做的，这亏了赚了，那都是东家的，如何这亏了还要说还给他呢？许老板有所不知，他可是我的大恩人。虽然我不知道为何他那么帮我，也不知道为何他看我的眼神总带着悲伤。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既然他让我做生意，那也许把生意做好了，往后给他挣很多很多银子，他就会高兴吧。许老板，我今日是瞒着家里人出来的，不便久留，我先回去了。改日我再来。好，谢谢您啊。啊，至于我那披丝，涨价之前不管谁来问都不卖。多谢。觉得这个可是许文义，许老板，你是？哦，在下姓吕，单名一个显字。哎呀，别挡路！哎呀，痛！哎呀，好痛！疼！哎呀，怎么？看样子事情没办成。办成一半，我今天真是见了鬼了。你老实告诉我，曹和尚私传翻了这件事儿，到底什么时候出的？最早又是什么时候传到京城的？到底都有谁知道啊？昨日出的事儿，消息刚到京城还没2个时辰，知道的人除了那送信的，也就是先生、你、我、刀琴，最多还有薛家那边的人。哎呀，不可能！有人前日便找许文义买了生丝，而且还预料这批生丝肯定会涨。我是几番旁敲侧击啊，这个许文义也没有说太多，但是我从会馆打听到，与他交易的是一个姑娘。你知道这姑娘是谁？清远伯府上一个谁都没有听说过的庶女，叫尤芳银。这个姑娘啊，背后还有一个东家，就是可惜我没有查到这个东家是谁。简叔，你让刀琴顺道去查一查这个伯府庶女，以及她背后的人。是。你刚刚说办成了一半，怎么讲？这个许文义啊，只卖了400两的丝，还留了一批。他呢也是聪明，看我来头不小，也想结个善缘，就以去年的市价把剩下的生丝都卖给了我。也好，今年私家动荡，蚕农也是苦不堪言。你我本来就不是为了谋财，少赚一些也无妨。你大方。我记得燕家出事是在燕翎的惯例之上，眼下我提前破了周银之这一步棋，又让燕家提早提防，想来是会有转机了。可薛家针对燕家绝非一日之寒，还是要多做些能帮到燕家的打算才行。江姐姐，进来。家里来了位余杭的厨子，做糕点最是擅长。宝英听说姐姐是在江南长大的，特来找你一起吃。宝英在吃上面可是行家，这不，我也来借借势。果然名不虚传，比起京中那些老字号也毫不逊色呢。江姐姐不喜欢吗？好吃该是好吃的，只不过我本身不太喜欢甜腻的味道罢了，还望莫怪。我就说嘛，宝英家的点心可是连太后娘娘都喜欢吃的。